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聊聊开会的事情。在工作中，可能开会是很多 manager 或者是 senior IC 大部分的时间。我们今天着重来强调一下，如何让你在开会的时候显得比较聪明。有一些快速能够上手的技巧和方法，根据我平时开了这么多会的一些经验，给大家一些王炸的技巧。希望大家喜欢在 meeting 里面如鱼得水。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好，我们先开场，先不说严肃的啊，就先说一些常用的语句。好，就是你不管怎么样都能用的。第一句是 Let's take a step back， 让我们退后一步，对吧？当然也不能使用太多，不然你退着退着就退到房间外面去了。就是别人说话，你只要进去有一个 statement 要 make 的话，就是Let's take a step back， 然后巴拉巴拉巴拉，人家也不管你后面其实说什么东西，是不是真正 take a step back。我觉得几个比较常见的说这句话的使用场景，就是说，一方面你需要更多的 context， 不是很熟，让我们先来讲一讲啊。还有就是两方的人有点吵起来了 ，OK， 对吧？互相的观点不太一致啊，那你也 step in 说 OK，let's take a step back， 相当于是掌控整个会议的感觉，这不就一下子就聪明了吗？好，那我们再来讲第二个常见的小技巧 ，as a skill。这个还有就是说 ，How do we achieve it with limited resources？ 对吧？就是两个，对吧？两个相对的 horizontal， 就是说 scale 嘛，你要用更多的 resources，肯定是能 scale 的。对。然后另外一个维度去说呢，就是 but。We have limited resources，对吧？所以你是就是说 work with the constraint you have, but scale as much as you can， 在一个框架里面思考这件事情。也来简单讲一讲这个使用场景。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大多数公司都有比较多的用户，的确你得想一想这个东西如何 scale 出去。可能比如说你要做个 prototype 还是可以的，但是你要真的把它 deploy 出去，这就比较难。所以如果你在做非常严肃的可能会要 launch 的产品讨论的时候，你可以问一下这个问题，让大家引发一下思考，对不对？感觉你们没想到，我有想到了，是不是显得很聪明？然后第二方面就是说 with limited resources， 这个也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就是不要让别人觉得 OK， 这个好像就是免费的啊，我们只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就可以。对，你不知道你的组员还有其他10样事情要做，包括你自己还有5样事情要做，也不要把预期拉满，对吧？就是提醒一下 OK， 我们是不是只能做其中的一部分？虽然这个愿望很美好，但是现实很骨感，我们不可能把所有都做了。是的。第三个就是说，尽量不要用 I，都用 we，对吧？那这样子你就感觉好像别人也不知道你是不是 part of it， 但是你总感觉别人we did it， 或者对吧？就是说we're in a tough situation， 对吧？就感觉好像是非常这种 team player 的感觉。对，这个使用场景就是说需要有一些共情，比如说开组会的时候，可能大多数事情的确是组员在做，但是你那时候老是爱的，人家就觉得活嘛都是我们做，你在这边天天在强调你自己为啥，对吧？那我们说 we 就是相当于把大家放在同一个圈子里面去思考问题的确是一个共情的方法。当你在 present 你自己组里面工作的时候，人家也搞不清楚，对不对？所以你就是一个很模糊的事情。当有些事情不是你做的时候，你也可以说 we 嘛，把你自己更加 involve 在这个 conversation， 软软的插上一脚。是这个平时听到，我觉得基本上都是女生做的会比较好一点，然后男生做的会相对来说差一些，男生可能多注意一下，这样。所以是种共情能力。对。下一个也是王炸，下一个王炸 ，Let's make sure I'm not missing anything。对，这个就相当于说。你会看这个领导跑过来，最后总结一下，就是说他其实不懂细节，但是呢，他要显得自己好像懂，好像能做决策一样，对不对？所以他就会说这句话，就是让我确定一下 ，OK， 我对细节有一定的理解、一定的掌握。使用场景也是相当于去获取一些 context， 对吧？可以顺带的接下去就讲我自己对这个东西的理解是怎么样的，我知道的内容是怎么样的，对，就把它串起来。因为很多人碰到问题就是你没法 interrupt 别人说话嘛，那很多时候你可能就 making sure I'm not missing anything， 这样子的话，你也可以自己做一下总结，然后 bring up你自己的 point。 这里又要讲一个段子，就是说别人 native speaker chime in 的时候非常自如，就像中国跳水队跳进水里不进水花，对不对？然后当不是 native speaker， 像我们比如说我们要 chime in 的时候，就感觉整个房间盯着你你想干嘛？
一片寂静，来，一片寂静，就感觉跳歪了，整个身子平着入水。是，这些就是 transition 的一些 sentence 嘛，对吧？Let's take a step back, making sure I'm not missing anything。然后你再 bring up the point， 你就显得比较 natural。还有一个就是，除了你可以 making sure I'm not missing anything 加自己的 point，在这后面可以接的就是说。rephrasing people's questions or people's opinion， 对吧？就有的时候可能别人也说的不是很准确，然后我听的也不是很准确，这个交流的过程总归会有信息差嘛。对，所以你就可以 rephrase 一下别人的说法，用另一种表达说一句，这样子的话也能第一保证你们两个真正的是 on the same page，第二个就是说你能够很好的插入这个话题，be a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然后下一个呢就是 ask the problem statement。OK。特别是比如说你这个开会时间比较久一个会议45分钟1个小时，开到后面自己考题，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很容易考题，因为大家就是发散嘛，对，非常发散。就是我觉得一个很好的 leader of the meeting， 就是这个 meeting 有一个非常 clear 的 agenda 嘛，对不对？那么这个 meeting 到底要解决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这个 meeting 的 outcome 是什么？这个我觉得是 meeting etiquette， 就是我们之后可以再讲，对吧？但是就是说你能保证就是这个 meeting 一直是stay with 的主题，而不是 jump to solution。我也是有的时候在 meeting 里面被别人问到，就是let's go back to the problem statement， 对吧？Let's making sure what problem are we solving instead of jumping to solutions。那我觉得，这个人好像确实说的有点对，好像我们确实是太快了，太臆断了 ，right？ 对，所以就觉得OK，yeah，that's really smart。对，下一个技巧。Ask for example. Can you please give an example? 对，这个就比较简单，但是也的确比较好用。要一直用。对，因为就是特别是你讨论一些技术问题的时候，很容易停留在这个抽象的层面。对，就好像做算法题一样，你先你来描述一个算法，对不对？是那你上来 OK， 我2分，我怎么样？对，我深度搜索、广度搜索 whatever。但是呢，其实你把一个例子走一遍，可能效果就更好。对，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第一个就是你自己能很好进入这个主题，确定它到底什么意思。第二个就像你说，真正把这个 algorithm 走一遍，你自己也明白。还有一个技巧就是说，当说到一个东西的时候，ask for data。对。然后或者呢，就是用 analogy 去 present 这个 data，比如说别人说25% of our members 什么什么什么，哇，然后就说a quarter of our members that means 1 in 4 members experience this，对吧？就可以用一个 analogy 更加把这个数字说好，然后或者别人在引用数字的时候，你可以问他这个数字是从哪里来的，对，这样子感觉好像你也非常就是 stay to the truth。对 ，stay grounded。对 ，yeah。这个也举个例子这个使用场景是什么？你要跟 PM 拍台子，或者说你要说服别人，我这个东西优先级最高的时候或者更高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摆出一些数据来摆事实、讲道理。这个数据呢，就是你的事实。但是其实这个东西，第一，你不一定有数据，对吧？这是一方面。我们来讲讲这个 caveat。另一方面就是这个数据。可能每个人解释的角度都不一样。1 in 4可以说这个东西很重要，也可以说这个东西完全不重要。对，所以就是看你怎么去用数据来突出你的观点，最终都是数据为观点服务，数据就摆在那里。我们那个中国现在失业率有点高嘛，但是也是经济繁荣向好，大家不需要工作的体现，你也可以这样去理解，对不对？所以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 data 又讲了另一个方面，就是 storytelling 嘛，对吧？对，就是每一个 data 你都 make a story out of it，然后这个 story 可以是像你刚才说的是一个蓬勃向上的，然后有些人也可以解读是一个非常不乐观的，自己的这个 story 和 energy 也是其中你的这个 message 的一部分。最后一个技巧，对，这个是王炸，好用王炸，一出来就显得你是会场的王者，来吧，就是 time check 和一些summary， 对吧？还有 to do， 对，就是这个我也是经常碰到，因为 we're almost at time， 就是有人跳出来这个时候就感觉他好像是 meeting leader， 对吧？almost time， 然后要总结一下，然后 come up with next steps。对，然后我有的时候也会这么做。那我这么做的原因，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对吧？你 time check 就是 honor 每个人的时间，每个人可能就真的要走了。然后还有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 summary 和 to do。如果是一个 decision maker meeting， 那一个有个 decision。如果有一个 discussion meeting， 肯定是要有个 to do，不然的话，这个 meeting is not successful。对， in my opinion， 对，就白开了，就浪费时间。这个其实也能体现，就是你真的是一个 meeting leader， 然后非常 thoughtful 的一个方法。对，然后也给一个使用场景，使用场景一定要注意，这个 meeting 由你来主持，或者说你是
在里面 rank 最高的，对吧？对。你不要有 director 坐在里面，并且他 call for meeting， 你跑过去说你说的，Let's do a summary 。对，那如果比如说大家都是平级的时候，这个 meeting 里面也没有特别的一个就是头，如果你做 time check 和 summary 的时候，比较 powerful， 就特别比较 powerful。因为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读信息管理嘛，当时面试的时候 consultant 就是 group interview， 对，比如说10个人选1-2个人，最后做 time check timekeeper 的那个人面试总归会进的。然后大家是不是学长告诉我的？大家开始争抢这个位置，从最后2分钟到最后5分钟到最后10分钟，最后还没开始 ，Let's do a summary 。最后你 summarize 的时候也是所有人的精华要点嘛，当然你也要有真正明白这个 meeting 在干什么，所以你才能够做很好的 summary，所以也要有点分量，然后别做 summary 的时候把那些不重要的 point 暴露了自己是菜鸡的现实。就是刚才说了一些说话的技巧，然后介绍了一些金句。总体来说，就是你可以看到，一方面是要共情，开会的时候是互相组员和组员之间解决问题。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说会有很多 ask 的部分。其实问一些问题并不显得你比较弱，而是显得你有一定的掌控感。其实你看，真的是 leader 或者说真的是职位很高的人，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在问问题。那大家也不会觉得你怎么这么傻，你怎么这么什么都不懂。不要觉得问问题就显得你不懂或者显得你弱。最后一点就是说，要适时的去掌握会议的节奏，包括总结，包括 take a step back， 对吧？包括 what is the problem statement， 这些其实都是看着主线剧情有没有按照预想的那个在发展。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来谈谈，当你自己在 meeting 里面秀自己的一个 opinion 的时候，对，怎么样能够 naturally 的 flow in 啊？就是我觉得看到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就想说一下。第一个方法就是一定要记住，你的说话一定是要有结构性的，而且我的结构 recommend 就是那种金字塔原则嘛，就是总分总，这是我觉得比较有用的。就是说你先总，你这个又不是悬疑剧，对不对？我也不想听悬疑的部分，你就告诉我你的重点是什么，OK 还是 No，还是 I'm not sure， 对吧？对，先出结论。然后再举例，比如说你说 yes 的时候，可能 director 觉得啊 OK good， 然后就听个大概，对吧？你说 no 的时候，他知道 what to look out for。如果你不给结论，一下子给很多例子的话，就很累。我不知道你到底要我干什么。最后，比如说你有的时候怕自己扯远了，那你再总结一下啊。In summary, my point is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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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这样子呢就可以很好的把你的结构框架住，让别人也觉得你非常的有逻辑。这个总分种就讲得很清楚。其实说白了，你去看 ChatGPT， 你让他讲一个topic， 它完全就是总分总结构，就是先讲 topic， 讲一些例子，再全部总结一下。你可以去试，随便试。这就说明在大量的论述性的文献里面，它都是按这个结构，因为它自己 ChatGPT 不会创造，只是会把现成的东西进行总结，把当中的 feature 给提取出来。所以人家再次验证了这个就是常见的一个论述的方法。总分种是一个大括的结构嘛，然后你还可以怎么样分类？那么我觉得比较好的方法可以列几个，大家可以平时上面套的一些结构。第一个就是 what。So what, now what? What 的意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 problem statement。你到底要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现在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或者你的 opinion 是什么 ？So what 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给一些 background context。然后是 now what? Now what 是最重要的部分了，就是说我现在要做什么？你这汇报工作不就是这样吗？老板，我今天把这个 bug 解决了。为什么？因为这个 bug 导致了1/4的用户无法 send messages。Now what？ 这个 bug 已经 closed， 老板已经没事了，你跟你的老板去汇报这个问题，句子也能非常的有逻辑。还有一个就是也跟这个类似的，但是就是调一调，就是 problem、solution 和 why。problem 就是你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你的 solution 是什么，然后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对。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可以都往上面套嘛，这个就是逻辑，就是几个 W 嘛 ，what、when、why。好，对吧？也是，就是你每次想的时候，你都想一想，你自己的一段句子里面有没有解决这几个事情。这个我平时写文章的时候，我也喜欢这样子写，因为我觉得我一定要想到所有的 case。其实就是把一件事情讲明白嘛。对，那你没有这些 element， 你这个没法讲。就没说明白。就你编故事也要时间、地点、人物、事情，你这个不讲清楚，人家就是云里雾里，不知道你在干嘛。这不管是长篇的文章也好，还是就是讲几句话也好，你要把这件事情讲清楚。那我们刚才讲了一些技术类，硬的东西，对。现在要讲 behavior 了，就是你的一个
怎么去表达还是非常重要的。present。对，你有可能想法很好，文字也很好，但是你讲出来人家就不想听。第一点就是语速太快，这个我觉得是跟这个 confidence level 是有关系的。下面可以 link 一个非常有名的 YouTube， 我看了好几遍。看新闻联播也可以啊，对看我党的党代表大会，看领导是怎么发言的。领导说话一般都是很慢，很慢的。因为就是 confidence 的人，他 take space。你看领导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子的，对不对？take a lot of space， 然后翘二郎腿翘得很高，对不对？或者呢，就是 take up a lot of time，所以他会去 pause。他会保证自己的 message is coming through，他有这样的 confidence to take everybody's time。比如说你一个小弟，那你就说20几个人的 meeting， 你可能就会很快想要把自己的话说完，因为你觉得你在浪费大家的时间。但是大佬的话他就不会了，因为他觉得自己的 message 很重要，你们20多个人不管怎么样都要听我把话说完。所以就是要控制自己的语速，很好的用 pausing， 很好用这种 body language 去 control 你的 space 和 time，也能让你显得更加的 confidence。前面说了跟群众拉开距离，对不对？就是你要显得你有自己的 presence。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也要适当的拉近距离就显得比较 warm。这个当然也可能和个人 preference 有关，有的人觉得无所谓，我只要话讲听清楚了就可以。大多数人更倾向于就是这个人是真心想跟你交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一种感受，就是大部分人 leave the conversation 的时候，基本上不会记得这个人到底说了什么，但他 will remember the feelings, how they make them feel， 对吧？对，人都是动物的嘛，大部分人啊，都记不住你的数字，记不住你具体说了什么。但是比如说感觉你这个人好像很强，对吧？你是觉得这个人好像很强，但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就是他这种感情，这种非常 warm， 或者他自己表现出他自己非常的 passionate about it， 非常 excited about it，你这种情感你是能够很好的去接收到的。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非常高兴的时候就说 stupid， 对，做啦啦队嘛 ，team leader 这个也非常重要，你要调动组员的情绪。所以整体来说 behavior 的 part 能够表现得更加积极向上一些，会比较好。最后一部分我们就讲讲这个开会之外的一些事情。之前我们讲的都是在会议里面你要怎么讲，怎么表达。对，是我觉得就是有些比如说小弟，或者我有的时候也是就是可能去到一个会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插嘴的实力，对吧？就是都是大佬，根本就没有插嘴的实力，那么就稍微早一点到，然后在 meeting 刚开始的时候跟别人自我介绍一下，这可能是你在meeting 里面唯一可以讲话的地方。去参加那些 executive meeting， 你平时也见不到他们，但他们平时都在那儿吃饭喝茶，所以他们聊得很开心。对，所以你早到一点，你可以跟他们互相联络一下，至少能够 be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就随便说一下 you spend the weekend， 套个近乎，感觉好像你在 meeting 里面也说了啥。有一个技巧叫周一周二问 What did you do over the last weekend， 周四周五说 What do you plan to do over the weekend， 周三的话怎么办with the weather we survive half of the week。 所以也不要忽视了会前和会后，能抓住机会跟同事或者上级进行一下沟通。最后的最后，其实 at the end of the day 最重要的还是你的基本功嘛，对吧？真正的一个 foundation， 比如说100%，但你在会议上面呢，由于你的表达力不好或者结构不清楚，你只发挥出了5%，或者是 negative， 有的时候可能是负的。前面这些东西呢，就尽量把你这个 foundation 的这个 exposure 呢，弄得更高一点。真正说实话，还是要做准备。特别是 decision making 的 meeting， 很多情况下你不单单要在内容上技术上做准备，你甚至要去 social 你的 idea。 其实在很多情况下，你推进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大的项目，并不是半个小时就能够拍板我们去做。其实大家在参加会议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已经说服了，或者基本上都已经同意了。说白了，这种 meeting 就拍手通过或者鼓舞一下士气，我们干，我们做。但是这个 decision 本身其实很多时候都已经做好了，这个就是在 meeting 之外你要花的时间。不要有一种感觉就是说OK， 我就 call for a meeting， 我也不知道我要讲什么，Let's go， 希望能够讨论出点什么东西。这个是极少会有 productivity 的。不要忽视了会议之前的这个准备和你的基本功，这些都是能够使得会议开得更成功的一个前提。既然说到会议之外，就是如果你在人很多的情况下，你无法很好的表达自己的话，可以更多利用时间去一些 one-on-one 啊，去 socialize 你自己 idea。有些人可能在人很多的时候他非常的紧张，但是在 one-on-one 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
comfortable 一点。对，这个也是会议之后你可以做的一些 follow up，包括在开会的时候，如果涉及特别复杂、反对情绪特别强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说 OK， 我们会后再讨论一下。Yeah, 对 let's take it offline. 对 ，Let's take it offline。所以你也不单单是在会议里面表现得好，会前和会后是决定你这个项目能不能成功比较重要的时间的点。希望今天的不管是关于表达、关于 body language、关于这个会前和会后的一些准备，可以对大家有所启发、有所帮助。好的。好，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